仔细看 ，NASA 就是在这块岩石上发现了火星生命，它的表面布满了一种奇怪的深色斑点纹路，这类纹路多半都和生命体有关，具体来说就是微生物、细菌这些生物。但这块岩石并非来自地球，而是来自火星，它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毅力号火星车最近发现的。前几天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NASA 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证明火星存在外星生命的最有力证据，这很可能是我们在火星上发现过的最明确的生命迹象。不过，类似的说法我们以前也听过，比如系外行星上可能存在的生物特征，或是金星云层中发现的有机分子。如果 NASA 的判断是对的，这将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将解答我们数千年来一直追问的问题：宇宙中真的只有我们吗？故事要从杰泽罗陨石坑说起。NASA 选择让毅力号在这片区域着陆，是因为这里在过去似乎适宜生命生存。这个陨石坑曾经是一片广阔的湖泊，有多条河流在此流淌，而且当时存在所有支撑生命存活所需的物质条件。去年6月9日，毅力号驶入一条入口河道，一块坚硬的岩石板引起了科研团队的注意，它看起来格外显眼。他们操控火星车靠了过去，眼前的景象令人惊叹。这块岩石样本的表面布满了小小的深色斑点和较大的圆形纹路，团队立刻给这些纹路起了昵称豹纹斑点和罂粟籽纹路。虽然在你我看来，这些纹路可能没什么特别，但却让 NASA 的地质学家们格外关注。在地球上，我们也观察到过非常类似的纹路，它们通常与微生物有关，有点像是化石记录，证明这些泥土中曾经充满生命。要是在地球上看到这样的纹路，我们会说这就是生物活动造成的。但在火星上看到这样的纹路，所有人自然都无比兴奋。于是，他们立刻行动起来，动用毅力号上所有的探测工具来分析这块样本。考虑到他们可能偶然发现的东西意义重大，团队决定对这块岩石进行钻探，并将样本保存起来，以供后续分析。毅力号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钻探并收集这类样本，为的是将来能发射任务取回这些样本，把它们带回地球。这点大家后面要记住。随后他们进行了钻探，获取了样本，并将其密封在金属管中。这块样本的昵称是蓝宝石峡谷，它是迄今为止在火星上收集到的最珍贵的样本之一。钻探完这块样本后，毅力号甚至还拍了张自拍，你们能看到下方那块刚钻探过的岩石。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对这块岩石的分析结果可能会永远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我们在火星上寻找生命的历程，如今已经跨越了数十年。1976年 ，NASA 的海盗号着陆器终于成功登陆这颗红色星球，而人类也首次有机会进行旨在探测火星生命的实验。实验原理其实很简单，他们向火星土壤中注入营养物质，看看土壤中是否有活的生物会摄取这些营养。结果突然之间，火星土壤开始释放气体，就好像土壤中有微生物和细菌在消化这些营养物质一样。当时所有人都无比兴奋，认为我们已经证明了火星上存在微生物。但科学家们后来意识到，土壤中的火星化学物质其实就能很容易地解释这个实验结果根本不需要生命参与，只是一些盐类物质在起作用。最终进入21世纪后，我们开始向火星表面发射火星车勇气号和机遇号，而越来越多的证据似乎都指向一个事实：火星曾经和地球非常相似，表面覆盖着广阔的液态、水海洋和河流。好奇号的探测结果也告诉我们，当时湿润的火星环境是适宜生命生存的，自然而然的，这让科学家们相信，来自那个时代的外星生命化石记录一定藏在这些古湖床和古河道附近。于是，毅力号登场了，它手握样本，准备好实现火星探测史上迄今为止最重大的发现。毅力号配备的探测武器库中有多种工具可用于分析样本，并帮助我们寻找生命迹象。首先是皮克斯尔，这个设备主要用于检测样本中含有哪些元素。然后是夏洛克，它利用激光来探测特定的矿物质和有机分子。当毅力号用这些工具对蓝宝石峡谷样本进行检测时，结果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在那块泥岩中，那些奇怪的小斑点所在的位置恰好含有有机分子，也就是碳基化合物。惊喜还不止于此，那些圆形纹路中似乎还含有铁、磷、硫以及两种非常特殊的矿物质蓝铁矿和灰硫铁矿。在地球上，蓝铁矿和灰硫铁矿通常与腐烂的动植物残骸有关，这可是个重要线索。在接下来的1年里，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极致的分析，他们研究了样本的成分，并推测这些奇怪斑点的成因。终于，就在几天前，他们发布了研究结果，这很可能就是我们在火星上发现过的最明确的生命迹象。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在同一块岩石样本中找到了生命存在的3大关键要素：
液态水、有机分子和能量来源。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同一份样本中同时发现这三者。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你偶然发现一个露营地，里面有篝火圈、一些灰烬，还有剩余的食物。即便现在看不到露营的人，这些也足以成为有人在这里露营过的有力证据。当然，他们也考虑了一些其他可能的解释，而他们的发现，说实话让我很惊讶。他们发现的那2种关键矿物质表明，当时发生的反应是一种被称为氧化还原反应的过程。我们知道微生物可以进行这类反应，但至少在理论上还有其他几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高温下的普通地质作用。理论上，如果将泥土加热并长时间保持高温，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但目前完全没有证据表明这块岩石经历过这样的高温。事实上，蓝铁矿有个特性，它只能在低温下形成，温度过高就会被破坏。既然我们现在还能在样本中看到蓝铁矿，那高温作用很可能不是正确的解释。第二种可能是酸性水作用。简单说，如果强酸性液体长期流经这块岩石，也可能形成这些矿物质。但这个假说同样有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应该能找到大量其他证明酸性存在的证据，可目前完全没有。事实上，他们甚至在岩石的矿脉中发现了橄榄石，而橄榄石是会被酸破坏的，所以酸性水作用可能也不是我们要找的答案。第三种假说是，有机分子是否可能在催化剂的作用下自行发生这种反应。在化学中，催化剂就是能加速反应的物质，所以理论上，如果当时存在催化剂，即便没有生命参与，也能解释目前的发现。但同样，在低温环境下，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似乎很小。科学家们一致认为，目前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个观点。综合来看，这些可能的解释，很明显，古代微生物活动是目前观察到的现象的最合理解释。这一发现与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对火星的推测完全相符。如果当时有微生物生活在杰泽罗谷湖的淤泥中，以硫和铁为能量来源，那么它们就会留下这些豹纹斑点和罂粟子纹路作为一种代谢废物。所有线索似乎都指向一个观点：这些淤泥中曾经充满生命，而当淤泥凝固成岩石时，这些生命迹象也被定格在了时间里。因此，我们需要亲自去火星取回样本。针对这类发现， NASA 有一个名为生命探测可信度等级的评估体系，这本质上是一个框架，用于评估他们对某项发现是否真的是外星生命证据的可信度。这个等级体系从1级到7级，1级是探测到某种已知可能来自生命的信号，7级则是对实际样本进行多次独立的后续观测，均得出一致结果，也就是确凿的外星生命证据。目前，这次的探测结果可能处于这个等级体系的中间位置。NASA 还没有公开表态，说明它具体处于哪个等级。但如果我们想让它达到7级，就必须出发去火星，把那块样本带回地球。火星车的探测工具有限，能做的事情也有限。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样本带回地球，在实验室里研究它们，就能确定毅力号发现的到底是不是生命。答案就在于火星样本返回任务。就像我之前说的，过去几年里，毅力号一直在火星上缓慢收集那些有研究价值的样本，并将它们密封保存起来，为将来的研究做准备。目前来看，毅力号在火星表面已经做了它能做的所有事情。在我们亲手拿到样本之前，再也无法通过远程操控从样本中获取更多信息了。这项任务真的很难很难，需要分3次任务完成。第一次是在火星上采集样本，第二次是在火星表面发射一枚火箭，将样本送入火星轨道，第3次则是从轨道上取回样本，并将其带回地球。这项任务如此艰巨，以至于 NASA 一直难以推进。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正式启动了火星样本返回任务毅力号，以及2020年火星探测项目，就是样本返回任务的第1阶段。说它是全球最昂贵的快递服务也不为过。如果说有哪个时刻能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解答人类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我认为就是现在。我们必须把火星样本带回地球。如果一切顺利，或许在21世纪30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就能亲手拿到这些样本。阿瑟·克拉克曾经说过，宇宙中存在2种可能，要么我们是唯一的生命，要么不是，而这2种可能同样令人恐惧。而我认为，我们可能刚刚找到了答案。